好像有一点黑是吧？我们把灯开一下。我们接着画这个鸟的头部，还是这一根毛笔。现在就是调黄色，调一点这个交叉，这个是调的颜色比它暖一些，然后亮一些，浅一些。一定要调好毛笔再画，调不好毛笔没用。为什么不聚焦呢？还是从眼的周围来开始画。这次调颜色比上一次调的要黄一点。它这样以后，它的头部的颜色就丰富一些。用一种单色画出来的话，就很单调、很薄、不厚重。毛笔不好用的话，就调毛笔。丝毛练丝在寸。其实这个鸟你想画的细的话，就会画的很细，然后就是时间久一点，画的慢一点，画法都是相同的，就按这个方法画，然后把需要加重的地方加重就行。然后头顶和脸部的一个分线不是太明显，我们来用深的颜色把它画一下。我们现在来画它这个身子，然后最后再整理它。画完身子以后，再整理它的整体感觉。这个鸟眼前面不够重，再调一点重的，把它画重。我们还用一根这个毛笔，这个七子三阳这个小号的，
现在铺底色就用黄色，它剩下的藤黄，然后调一点点珠标吧，这是也行。来铺它的身子。哇，这个太黄了，然后调水，把它调淡一点。铺色的时候也可以根据羽毛一片一片的铺，也可以全部通铺，都可以。它有的宣纸它印的比较厉害，然后你铺的时候它就全部印完了。如果它这个铺完它没印的不厉害的话，可以把毛笔笔尖蘸一点水，然后再把它铺完。毛笔笔尖蘸水以后，它这个铺的色不是平的，看到了吗？它有深有浅。有深有浅。铺完色以后，我们再用这一根小的毛笔，来把它肚子的毛和翅膀的毛的交界的地方给它画好，然后就可以蘸这个，就是花鸟剩下的这个杂色吧，有赭石、藤黄，那个什么色都有。对色要求也没那么严格，你就多一点赭石，少一点珠标，多一点咖色都差不多，凭感觉把它调到像这个鸟的颜色就可以。它鸟这个颜色在不同的光感下，它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看不见调色是吧？画一会儿毛笔没水的话，就弄了个小碟儿，然后就笔尖蘸一点点水，再蘸颜色。一直都是笔尖调颜色，然后这个羽毛的结构可以根据它这个结构，把它的这个暗部先染出来。看这个染暗部，你笔尖有颜色的话，你画它是过渡的，它不是死的。继续画它这个暗部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铅笔线，用这个小的毛笔把羽毛分出来，然后先把它结构分出来。
它都是在半湿的状态下画的，如果它干的话，效果就不好；太湿的话也不好。现在把这个羽毛结构先分出来。总之，我们画画的时候，它一直要有过渡色。举个例子啊，看我们调色以后，然后画一笔的话，你看，都是这个地方深，这个地方浅，每画一笔就是这样，每画一笔都是这样画出来的画才不会死板。还有就是毛笔的水分一定要控制好。然后边蘸颜色边画，边调色边画，根据它的结构画。每下一笔都有深浅。现在结构分出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画这个羽毛。来说一下这个羽毛是怎么画的。羽毛是这样的，它的羽毛周边可能有一点白，就相当于浅嘛。它的羽毛的尖部比较深，然后它的根部它的也比较深。我们现在就是先把它的就是上面这一片羽毛压住下面这一片，把它的压的这个地方先画出来，最后再画它的羽毛尖部。看这三个压着这一个，然后把这一个位置，这一个先画出来。一定要趁它半湿的时候画，干了也就不好了。让我们画快一点啊，基本上每一片羽毛都是这个画法。一直讲有时候画的慢，画法是相同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像分染一样，把羽毛一层一层的给它分出来。
现在这个颜色缺少交叉，交叉没有了。这个就是交叉颜色，我们弄一点交叉到这个瓶盖上吧，用这个，我们现在就用交叉画这个吧。它这个颜色粘度比较大，所以说画比较好，画声轩这个鸟还是比较好。整体我们的画法就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画法，一开始要铺浅的色，然后再逐步加深，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过程。每一次调都是笔尖调一点。羽毛中间把它分开。就是画2-3笔就需要调一下颜色，因为你毛笔上没有颜色了。然后这个翅膀尽量下面画的重一些，到上面的话越来越浅，有一个这样的过渡，不要画太平均，都是由浅入深，由浓到淡，它的一个过程。
一定要每一个地方都画得到位。看这一根羽毛都是从深到浅，这个地方很重，然后到这个肩部的话就没有颜色了，必须有一个过渡，不能画的太平了。它湿的话，它会阴的厉害，比较模糊。我们等它半干的时候，再去加深它该加深的地方，然后它的层次就出来了。继续加深。参考了照片，然后感觉需要加深的地方，就加深一下。你看，它这一笔下来，就有过渡色，有深浅。要控制它，不要出你这个设计的这个边线，才行。现在我们画这个羽毛很湿了，然后就不要画了，得等等它干了以后再画。这个时候我们干点什么呢？然后画肚子的毛也不合适，然后再接着用深一点的色加深它的最暗部吧。这时候我们只画在下面，上面都不画不动。
都是浅的没有重的话，它感觉就很飘。我们可以把这3根羽毛，然后把它画得很重，就是为了避免它飘。不管图片重不重，我都会画3根重的羽毛，就是纯黑的也行，就怕它飘。先画这一根吧，中间这一根。肩部画一个，这再画一个。就是你平涂也无所谓，它这都是过渡色，然后这3根羽毛平涂一下也可以，有过渡也可以。现在国展作品中好多都是平涂的，然后你画的，然后过渡色太多反而不好。平涂的话，它有力量感，它可以压得住画面。其实我们可以分散看，它这一块比较亮，然后这一块比较灰，然后这比较重，有亮的灰到重的一个过渡。我们可以把这个灰的再加灰一点，让它更清晰一点。就是有3个层次。我把明显一点吧，然后咱们好看。其实我正常看这个地方一层浅的，一层深的，一层更深的，这一层这个是黑的，对吧？我们趁它半干太湿的时候，帮它晾一晾，然后画一个羽毛。它羽毛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，它这个根部的有绒毛，然后肩部比较硬一点，然后被盖住的话，它就不明显。然后我们以这个为例吧，它就是这个肩部啊，很多是比较重的，然后它的根部也可以稍重一点点，然后中间这一块比较浅，但是根据它光线的原因呢，它会变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光线扔掉，大致就这样画。这一层羽毛压着这一层羽毛的地方要重一些。
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开几个口子，羽毛就更灵活。会画一个羽毛，整体羽毛都是这么画。